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，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：肖战辟谣与杨紫线下聚会强调单身，聚会视频中杨紫行为却惹非议。日前，一段肖战与杨紫亲密互动视频路透流出，引发网友们的热议。视频中，肖战与杨紫似乎关系相当不错，聚会中的两人心情也很不错。肖战时不时一脸宠溺地看着杨紫，开心时还用手摸了摸杨紫的头顶，上演了一出甜甜的摸头杀。视频流出后，一时间关于肖战和杨紫的绯闻甚嚣尘上。此前，肖战和杨紫曾合作拍摄过小甜剧《余生请多指教》，不过彼时二人在剧中的 CP 感倒是没少收到剧粉们的吐槽。而对于二人的绯闻，有网友乐见其成，觉得明星谈恋爱又不是什么违法乱纪的行为，如果是真的，完全可以得到大家的祝福。但也有网友觉得视频中杨紫的行为有些欠妥，感觉杨紫和每个男艺人的关系都很亲密，喜欢动手动脚。更有人翻出杨紫上次和刘学义的喂蛋糕事件，觉得杨紫应该与男艺人之间还是要保持一定的距离。更有网友对肖战在视频中摸头杨紫表示不满，觉得男演员对于合作伙伴也应该保持起码的分寸感，而不是对女演员动手动脚。随后，针对这段肖战和杨紫后台亲密互动的视频，有疑似肖战方工作人员在社交平台进行了回应。他强调肖战一直以来是单身，而对于这段视频的出处，他表示视频中所说的聚会是2020年星光大赏后平台举行的大聚会，有其他艺人和主办方在场，但视频刻意剪掉了其他在场人员，恶意制造和传递假象，故意让大家误会，并呼吁大家不要被挑拨，不要上当。其实，作为好朋友，肖战和杨紫的行为并没有什么逾矩的，本来朋友间关系不错，私下里聚会自然没必要拘束。而且二人又是合作拍摄过剧集，当然比普通朋友更熟稔些。反而是有心之人刻意剪辑视频引战双方粉丝，倒是目的不纯。一句我在一生报时，杨紫赫顿的小可乐最感人的故事上线。赫顿的小可乐作为结尾的8集，讲述了杨紫饰演的赫顿背后的故事。生母安娜一路追爱，幡然醒悟时却遭意外去世，给赫顿留下了严重的心理阴影。这8集可谓是泪点满满，最让我深受感动的是地震的故事。井柏然饰演的钱开义是电台主播新飞夜话栏目收到了一封信，是地震受难者家属寻人的信。孙护士在地震中不幸去世，当年孙护士的儿子只有15岁，他想知道妈妈是怎么走的。钱开义通过电台讲述了这个故事，很幸运的，有一位曾经同经历地震的生存者冰冰联系了栏目组，要和孙护士的儿子见面。冰冰坐在轮椅上，缓缓讲述当时的故事。当年地震发生时，他也是15岁，他被重物压住了下半身，躺在地上无法动弹。病房里还有2个人，一个腿被玻璃扎穿了，一个被困在重物倒下形成的三角区域里，只有头部露在外面。孙护士说他在门外进不去，但是已经通知了救援队，还说自己有表可以给大家报时。但实际上，孙护士从来不带表。孙护士到病房救人的时候，被走廊上的石头击碎了小腿骨，也根本没有办法通知救援队。是孙护士善意的谎言，创造了3个生命的奇迹。病房里的3个人不知道孙护士的情况，靠着孙护士一句句我在和一次次的报时，一直支撑到了救援队来的那天。废墟地下活了6天，就已经是奇迹了。救援队赶到时，发现了4个人，3个人有生命体征，孙护士不幸遇难了。天灾无情，人间有情。孙护士本来已经下班了，但仍义无反顾地回去救人，已经是很值得尊敬的。虽然走得挺痛的，但救了这么多人，孙护士的儿子觉得自己的母亲应该很开心。赫顿的小可乐中，这个孙护士的儿子是不幸也是幸运的。妈妈本来对自己而言就很陌生，但知道了他的离开是这样的，也没有遗憾了。不管是地震还是其他天灾人祸，一旦发生，必然会给受害者的家属、遇难生存者留下心理创伤。女心理师就是讲的心理咨询师这个职业，现在仍然有部分人对于心理咨询很排斥，不敢正面面对自己的心理问题。
在赫顿的小可乐中处理地震故事的是钱开义，钱开义是一个很好的倾听者，作为电台主播也很会开导人。我们要正视自己的心理问题，首先就要勇敢地表达出来。何顿在共享向导会里和几位危重病人谈话，不断地指挥大家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，说出自己的真实感受。霍恩表示，这种对应互动是为了对抗传球。如果您无法更改死亡的完成，则使提示关闭的循环更重要。计时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情。如果可悲的是，当救援队出现的那一天，我很难坐以待毙，那么我需要传递信任，因为在地平线上有更好的迹象可以创造奇迹。何顿也勇敢地面对母亲安娜的去世，解开了心结。面对死亡，说起来不难，做起来难。尽量不要让自己长期陷入困境，明确面对并没有那么可怕。你怎么看肖战呢？我觉得我要失去我的粉丝身份了。我可以随时了解您的观点吗？时间就像流水，在我们不知不觉中悄然流逝。一转眼，我已经快30岁了。从毕业到工作，再到结婚生子，一帆风顺，万事如意。所以，在我看来，家庭欢乐是最重要的，外在的东西我顾不上了。所以我从来没有一个追星族，也没有遇到过追星小姐姐的狂热和满足。对于我这样一个纯粹的旁观者来说，盯着电视看就是在看一些最喜欢的电视剧。我喜欢的只是剧情和剧中的人物，并没有上升到单一的艺人。显然，不管是不是特别喜欢的角色，对于艺人本人来说，只是略微偏爱而已。因为对于一个大人来说，他知道的很多东西不用说，而对于一个大牌来说，很多都是人设，而对于一些路人来说，他们可能根本就没有 VIP 的倾向，不管无论你是否感受到他，你都不会诽谤他。所以，我总觉得我这辈子很可能再也体会不到追星小姐姐那种追星的感觉，或者特别喜欢艺人的感觉，直到肖战的出现。肖战的颜值一般，他的水平，最重要的是，总体上是优秀的。对比媒体上众多男星，他1.8米的水平算是出类拔萃了。此外，他不像某些明星，只是为了在镜头前看起来很棒。我减掉了几磅，减掉了太多的体重，以至于我一点力气都没有，连女明星都无法接受的那种。肖战虽然体重不重，但他有力量。在戏剧表演中，他可以在拥抱伙伴的同时做深蹲。《陈情令》这部剧播出后，我真的很喜欢肖战。你说播出这么久是什么原因？因为我爱书，所以我一般都会翻阅《邪道高手》，包括他的另外2部作品。关于书本转剧本，坦白说，我不是很抱有希望，反正我也不太愿意去理解，因为我心里有一种偏执的恐惧，怕毁了原著中的人物形象。这样一来，可以说是担心拍得不好，心里有种憋屈的感觉。无论如何，现在的情况不会持续太久。看完视频，点开《陈情令》的剧情，真的是惊呆了。无论是道具、套装，还是角色的妆容，都极为慎重。无论如何，它没有许多老综艺节目的劣质性，而且演艺人员是新面孔，但他们很吸引人。重点是演技一般都是网红，一点都不丢人。而且，肖战平时就是我的头号艺人，尤其是肖战遭遇网毒后，我更喜欢这个积极向上的青春艺人。所以，对于肖战遭遇的网络霸凌，只要认清问题，很多成年人应该都可以理解肖战是人无过错，但有过错的人一点点。这样看来，对于肖战来说，我觉得他总体来说还是很优秀的，无论是作为知名人士的品质，还是作为匠人的品德，都值得称赞和称道。这样，在你看来，我的想法是，如果你喜欢你，就跟着他，不管他不做错事，滥用法规和道德，或者避免指控多久，到那个时候继续跟踪他，并默默地支持着他。如果你不想再粉了，不想再喜欢了，那时候你可以无视，但不要批评，不要误会，好好过就好。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，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。欢迎，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谢谢大家。